黑心不知道理的下流种子来，你也不管一管。哎，你给我轻一点。怎么样了？翻几次我都不理论，你们得了意了，越发的上来了。幸而是没伤到眼睛，只是不知袁老太太看起来她怎么回啊！哎呦，干什么呀你？到底怎么样？完事儿的，只是明日老太太问起来，就是说，是我自己烫的吧？哎呦，别说是你自己烫的，你要骂人，为什么不小心看着？横竖有一场气声。到了明儿，凭你怎么说去吧。过了一日，就有宝玉记名的干娘马道婆进荣国府来请安。太太，闲逛了一会来了，一时来至赵姨娘房里。赵姨奶奶，给赵姨奶奶请安。哟，您来了，快里边坐。赵姨奶奶做什么呢？能？哟，太巧了，我正没了鞋面子了。哎，赵姨奶奶，有没有零碎的缎子啥的？给我也弄一双鞋面撒呀。你瞧瞧那里头，还有哪块是成样的？成了样的东西也不能到我手里来，有的没的都在这儿。你不嫌呢，就挑2块子去。那我可不客气了啊。前日我送了500钱去，在药王跟前上供，你可收了没有啊？早给你上供了。阿弥陀佛，我但凡手里从容些，也时常的上个供，只是心有余而力量不足。你啊，只管放心，将来熬到黄根大了，弄这个一官半职的，到那时候啊，你想做多少功德，那还不容易啊。爸，再别提起，如今就是这个样，我们娘们能跟得上这屋里哪个？也不是有了宝玉，竟是得了活龙。他还是个小孩子家，长得得人意，大人偏疼他些也就罢了。我只是不服这个主意。灵儿奶奶，哟，了不得！提起这个主啊，这一份家私，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，我又不是个人。我这还用你说？难道看不出来？也亏你们心里不理论，只凭他去，倒也妙。我的个娘哎！不凭他去，难道谁还敢把他怎么样啊？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，你们没本事也难怪别人。明不管怎样，按理也就算计了，还等到如今啊？按理算计？怎么个按理算计啊？我倒有这个意思，只是没这样的能个人。你若叫我这法子，我大大的谢你。阿弥陀佛，你快休问我，我哪里知道这些事情啊？罪过罪过。你又来了！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，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来摆布死我们娘俩不成？难道你还怕我不谢你？若说我不忍叫你们娘儿俩受人委屈还有可，若说谢我的这2字是你错打了算盘，就算是我稀图你谢，靠你什么样的东西能打动我？你这么明白个人，怎么突然就糊涂了呢？你若果然法子里面把他2个绝了，明儿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皇儿的，倒
你要什么不得呀？啊，是，到时候事情已经办妥了，又无凭据，你还能理我吗你？这有何难呢？如今我虽手里没什么，可零碎儿也攒了几两梯级，还有些衣服和簪子，你先拿下去，下剩的我写个欠银子文契给你，你要什么保人也有，到时如数给你。果真这样？这如何还撒得谎啊？喏，这些你先拿了去做香烛供奉使妃，可好不好啊？啊，好啊。哎呦，轻着点儿。哎，还疼不疼？哎呀，不疼。用的什么药？烫伤膏子。哎呦，忍着点儿。今儿倒是挺齐全的，是谁下的帖子请来的？哟，这不又来了一个？林姑娘请。对了，前儿我打发丫头送了2瓢茶叶去，你往哪儿去了？可是倒忘了，多谢了。你尝了，可怎么样？哎，论理可倒罢了，只是我说不大甚好，不知别人尝着怎么样？味道轻，只是颜色不大好些。那是暹罗进贡来的，我尝了也没什么趣儿，还不如我每日吃的呢。我吃的倒好，不知你们的脾胃是怎样？妹妹果然爱吃，就把我的那份儿也拿去吃了吧。不用，你要爱吃啊，我那儿还有呢。果真的？那我可就打发丫头们取去了。哎呦，不用取去，我打发人送来就是了。明儿啊，我还有一件事要求你，一同打发人送来。你们瞧瞧，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茶叶，就来使唤人了。倒求你，你倒说这些闲话。吃茶吃水的，你既然吃了我们家茶，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？真是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。什么诙谐？不过是贫嘴见舌，惹人厌罢了。你别做梦，给我们家做媳妇儿少了什么？你瞧瞧，人物门第配不上，家私配不上，还是根基配不上，哪一点还玷污了谁呢？快过来！哎，皮二急了，走了倒没意思了，还不快回来坐着？舅太太来了，请奶奶姑娘们出去呢。那我们去吧，走吧。你好好养着。我也不能出去，你们好歹别让舅母进来。知道了。哎，林妹妹，你且略站一站，我说一句话。去吧，有人要和你说话呢。往头疼！该，阿弥陀佛。我要死了！方玉，
玉，你怎么了？快来人呐！二爷，二爷，林姑娘！哎呀！怎么回事？看你中风了！快点，快！姨妈，堂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大夫来了。大夫来了。亲。大夫，这宝玉，宝玉，我的儿，我的肉啊，我的肉啊！这可怎么好啊？哎呀，不好了，没气儿了！看看3日光阴，那凤姐和宝玉躺在床上，一发连气儿都将没了。何家人口无不惊慌，都说没了指望，忙着将他2人后事的衣履都置备下了。宝玉，怎么办？没气儿了！宝玉，怎么办？老太太来了！宝玉，老太太，宝玉，宝玉啊！你这是怎么了，宝玉？宝玉，走吧，宝玉，宝玉，我可不在你家了。他在说什么？收拾打发我走吧，宝玉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他究竟说的什么？这不是要摘了我的心肝去吗？宝玉，你可让我想怎么活？
老太太又不必过于悲痛，歌儿已是不中用了，不如把歌儿的衣服穿好，让她早些回去，也免些苦。只管舍不得，这口气不断，她在那世也受罪不安上。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！谁让你来多嘴多舌的？你怎么知道她在那世里受罪不安生？怎么见得不中用了？你冤得死了有什么好处？你别做梦！他死了，我只恨你们要命！母亲，请息怒，就看在孩儿的脸面吧。素日还不是你们挑唆着，逼他写字念书，把胆子吓破了。见了他老子，不像个避猫鼠。都不是你们这些淫妇挑唆的，这货子逼死了。你们随了心，看我饶哪一个？外面的爷们说2口棺椁已经做好了，请老爷出去看。谁做了棺椁？谁做了棺椁？给我拉出去，打死！哎呀！有那人口不逆，家宅颠倾，或逢凶险，或中邪祟者，我们善能医治。快去请来！哎，如此深宅大院了，这身影来得好蹊跷啊！只要好好的把我的宝玉还我，我管他是神是魔。您道友二人，在哪个庙分修啊？长官不许多话，因文德府上人口不利，故特来医治。倒是有2个人中邪，不知你们有何符水？哎，你家现有稀世奇珍，如何向我们要符水？小儿落草的时候，虽然带了一块宝玉，上面写着能除邪祟，而不知道竟不灵验了。长官哪懂得那物的妙用，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获利所迷，故不灵验了。你今且取他出来，待我们持诵持诵，只怕就好了。啊，好好好。千艮方一别，展眼已过13载矣。人世光阴如此迅速，尘缘满日，若似弹指啊！可见你当时那段好处，天不居兮地不济，心头无喜亦无悲，却因锻炼通灵后，便向人间觅是非。可叹你今日这番经历，粉姿之痕无宝光，骑龙昼夜困鸳鸯，沉酣一梦终须醒，冤孽长青好散长。那僧念毕，又摸弄了一回。地狱贾政说道：“此物已灵，不可亵渎，悬于卧室上坎，将他2人安在一室之内，除亲生妻母外，不可使阴人冲犯。33日之后，保管身安病退，复旧如初。”
太太，宝玉醒了，宝玉醒了。阿弥陀佛。宝姐姐，好好的笑什么？是啊，我笑啊，如来佛比人还忙呢，又要讲经说法，又要普度众生。这如今宝玉凤姐姐病了，又要烧香还愿，赐福消灾。今才好些，又管起林姑娘的姻缘了。你们说忙得可笑不可笑？林姐姐，你是什么姻缘？你们这些人不是好人，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。我们不是好人，再不跟着好人学，只跟着凤姐姐贫嘴烂舌的学。没有呀，就是没有啊。生气了，他生气了。话说宝玉养过了33天之后，不但身体强壮，一且连脸上疮痕平复，仍搬回大观园内去住了。且说宝玉病的时节，贾云带着家下小厮做金看守，昼夜在这里，彼此相见多日，都渐渐混熟了。我好燥啊！才刚在院子里洗东西，宝玉叫往林姑娘那儿送茶叶，花大姐姐交给我送去，可巧老太太那儿给林姑娘送钱来，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。见我去了，林姑娘就抓了2把给我，也不知多少，你替我收着。你这一橙子心里到底觉得怎么样啊？依我说，你净家去住2日，请个大夫来瞧瞧，吃2剂药也就好了。哪里的话，好好的家去做什么呀？我想起来了，林姑娘生得弱，时常她吃药，你和她要下来吃也是一样。胡说，药也是混吃的。你这也不是个常法啊，又懒吃懒喝的，终究怎么样？怕什么？还不如早些死了，倒还干净。好好的，怎么又说这些？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呀？可也怨不得，这个地方难站。就说昨儿老太太因宝玉病了的这些日子，说跟着的服侍的这些人都辛苦了。如今宝玉身上好了，各处还完了愿，叫把跟着的这些人按着等儿赏他们。我算年纪小，上不去，我也不抱怨。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，我心里不服。袭人哪怕他得10分，也不恼他，原该的。说良心话，谁敢比他呀？别说素日殷勤小心，便是不殷勤小心，也拼不得。最可气的就是晴雯、碧痕他们这几个，也算在上等里头，仗着老子娘的脸面，众人倒捧着他去。你说可气不可气？也犯不着气他们。俗语说得好，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个不散的宴席，谁守谁一辈子呢？不过3年5载，个人干个人的去了，那时谁还管谁呀？你说的这话却是。昨儿宝玉还商量着明儿怎么收拾房子，怎么做衣裳，听起来倒是像有几百年的熬煎。姐姐，小红姐姐，这是2个样子让你描出来的。哎，到底是谁的？也不等说完了就跑，谁蒸下馒头等着你，怕冷了吃不成啊？是秋问大姐姐给你的。是了，前有支新笔，英儿来拿了去了，你替我取回来吧。啊，花大姐姐叫我去接种树的云二爷，我险些都忘了，你自个儿取去吧。哎，我不叫你去取你也没事，还坐着闲打牙，坏透了的小蹄子。小红突然听到说贾云，想起曾看他手里拿的手帕子，倒像是自己从前掉的，但要问去又怕人猜疑，正为此犹豫不决、神魂不定之际。哎，云二爷，你看那不是小红吗？你不描花样子，在这儿做什么呢？不是去英二姑娘那儿取笔了吗？这人你过来，我且问你，可见了我的帕子没有？我寻了几日，总是没有找到。什么要紧的好东西，巴巴的问了我这么多次，
我姐问你，我替你找来了，你拿什么谢我呀？谢是自然有的，你若寻来给我，自然少不了你的。这也好早晚了，你还不赶紧带二爷去？可说的还不是因为你。二爷，走吧。原来上月贾云进来种树之时，便捡了一块罗帕。知是所在园内的人失落的，但不知是哪一个人，故不敢造次。可也是宝树。今听见小红问坠儿，可是叫小红，便知是小红的，心内不胜欢喜。他刚才问你什么手帕子，我倒是捡了一块。他问了我好几遍，可有看见他的帕子。我哪有那么大功夫管这事儿？今儿他又问我，他说我替他找着了，他还谢我呢。好，二爷，你既捡着了，给我吧。我给倒是给你，你若得了他的谢礼，可不许瞒着我。是二爷，您就放心吧。这日中午时分，潇湘馆里凤尾森森，龙吟细细，香莲垂地，悄无人声。每日间情丝睡昏昏。为什么每日间情丝睡昏昏啊？宝二爷，您睡着呢，醒了再请过来吧。谁睡觉呢？哎呦，我们以为姑娘睡着了。紫娟，快过来伺候。人家睡觉，你来做什么？你才说了些什么？我没说什么呀。我给你个匪子吃，我都听见了。姑娘有什么吩咐？紫娟，把你们的好茶倒帮我吃。哪里有好的？要好的只等袭人来吧。你别理他，先给我舀水去吧。他是客，自然是先倒茶来，再舀水去。好丫头，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，怎舍得叠被铺床啊？二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何尝说什么了？如今新兴的，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，看了混账书也拿我来取笑，我成了爷们儿解闷儿的了。好妹妹，我一时该死，你千万别告诉去。好妹妹，我若再敢，嘴上就长个钉，烂了舌头。哎，好妹妹，哎，好妹妹，好妹妹。二爷，快回去穿衣服，老爷找你呢。原是薛蟠叫他去吃酒，怕叫他不出，便编了话让明烟来哄他出来的。宝玉执拗不过，只引到黄昏方才回来。二爷，你找什么呢？扇子都放哪儿了？人家牵肠挂肚的等你，你且高乐去，也不打发人给个信。我何尝不想送信儿，只因冯师兄来了，就混忘了。却说那林黛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了，一日不回来，心中也替他忧虑。至晚饭后，闻听宝玉来了，心里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。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。姐姐家的东西自然先偏了我们了。姐姐坐。昨儿哥哥倒特的请我吃，我不吃，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，不配吃那个。哼！他这是怎么了？和碧恒拌了2句嘴，真没好气呢。
宝姑娘喝茶。有事儿没事儿的跑了来坐着，叫我们3更半夜的不得睡觉。都睡下了，明儿再来吧。是我，还不开门吗？凭你是谁？二爷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人进来。下雨了！二爷，真的下雨了！宝姐姐，快来看呐，下雨了！来了来了！哎呀，真的下雨了，好凉快呀！哎，快看，晴雯在那儿呢！好爽快呀！是啊，真爽快。林黛玉心中一发动了气，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来，心中恍然。是了，一定是宝玉恼我要告他的缘故。但知我何尝告你了，你也打听打听，就恼我到这步田地。你今儿不叫我进来，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？宝姐姐好走，有空常来坐坐。天晚了，请留步吧。哎，等一下。我们回去吧。
是次日，乃是4月26。香菱，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，祭见花神。沿芒种一过，便是夏日了，种花皆谢。花神退位需要践行，归河之中更兴这件风俗，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。今儿送花神，怎么林姐姐还没来呢？这个懒丫头，难道这会子还在睡觉不成吗？你们等着，我去闹了她来，看她羞不羞。哎，林妹妹，好妹妹，好妹妹，你昨儿到底告了我没有啊？让我悬了一夜的心。紫娟，哎，我去了，你把屋子收拾收拾，撂下一扇纱屉，看那大燕子回来就把帘子放下来，让石狮子倚住，烧了香，把炉子罩上。是，知道了。姑娘慢走。哎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你理我一理啊！哎呀，你说说话啊！怎么了？你看这帕子是你的吗？要是你就拿着，如果不是，我好还给云儿爷去。可不就是我那块吗？你给我吧。你拿什么谢我呀？难道白寻了来不成？我既许来谢你，自然不哄你。我寻了来给你，自然谢我，但只是捡的人，你拿什么来谢他？你别胡说，他是个爷们儿家，捡了我的东西，自然该还的。我拿什么谢他呢？你不谢他，我怎么回他呢？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说了，若没谢的，不许我还给你呢。也罢，你就拿我这个给他，当是谢他的吧。不过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人。放心吧，我没事儿，嚼那舌头干什么？你现在这样说，可若真传出去了，我找谁去？你去现在向我立个誓，我就信你。偏你这样多心，我就立个誓，我要是告诉了人，就长一个钉，日后不得好死。哎呦，咱们只顾着说话，看有人过来，悄悄在外头听见，把这些格子都推开，便是有人看见咱们在这儿，也只当我们说完话。若是走到跟前，咱们也看得见，就别说了。平儿，你往哪里藏？你们把林姑娘都藏到哪里去了？何曾见了林姑娘了？你们可不要唬我，我才在河那边看见她在这儿蹲着弄水呢，我倒要悄悄吓她一跳。还没走到跟前，她倒先看见我了，然后朝东一绕就不见了，便是藏在这里头了。我倒要进去瞧一瞧。
平儿，平儿，你快别藏了。平儿，真奇怪，这丫头能藏到哪里去呢？赶是钻到山洞子里去了，万一遇上蛇咬她一口，倒也罢了。了不得了，刚才的话必是被林姑娘听去了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？她心又细，嘴上又爱刻薄人，唉，若是被宝姑娘听去，倒也罢了。围观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牵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结签定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好一丝是金鸟投林，落了片白